嗨，各位好，这里是伴你入睡，我是艾米，每晚在这里给您道一声晚安。昨天坐公交车，听到一个小姑娘跟妈妈复述着绘本里的故事。小姑娘大约5、6岁，吐字清晰，语言表达能力好，故事讲得一丝不差。我通过她的讲述，很容易从手机上搜到了这个故事。故事的名字叫做彩虹鱼。大海里有一条彩虹鱼，全身长着7彩鱼鳞，游起来一闪一闪，非常漂亮。一条小蓝鱼看到了，央求彩虹鱼说：“你有那么多漂亮的鱼鳞，送给我一片吧。”如果我是彩虹鱼，听到这么厚脸皮的话，一定会让小蓝鱼滚到一边去的。彩虹鱼也是这么干的，他理也没有理小蓝鱼，骄傲地游走了。小蓝鱼很生气，到处说彩虹鱼的坏话。渐渐的，彩虹鱼发现所有的鱼都不理他，再也不跟他玩了。于是他向海星诉苦：“我这么漂亮，为什么大家都不理我呢？”海星建议他去问章鱼奶奶，因为章鱼奶奶非常聪明啊，什么都知道。彩虹鱼找到章鱼奶奶，我以为章鱼奶奶会有什么好主意呢，结果章鱼奶奶教他把鱼鳞分给了每一条鱼。最后，彩虹鱼真的那么做了，把他身上的7彩鱼鳞一片一片地分给其他鱼。其他鱼得到了鳞片，都很开心，喊着说：“彩虹鱼啊，快来跟我们一起玩吧。”没有了鱼鳞的彩虹鱼觉得自己好幸福。故事讲完，小女孩的妈妈问她：“这个故事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啊？”小女孩说：“分享，懂得分享的人才会得到幸福。”女孩妈妈满意的点点头，我却感到一阵的悲哀。这个小女孩很有天分的，妈妈也重视教育，但他们却被乱讲道理的绘本故事给欺骗了。这个故事讲的不是分享，而是讨好。分享和讨好的区别是什么？分享是你真心希望别人能和你一样体会某件事情的乐趣。比如你有一块蛋糕，你觉得吃蛋糕是件非常幸福的事儿，你希望某人能和你一样体会这种幸福，于是你把蛋糕分给他。而讨好却是违心的，你很珍爱一样东西，根本没有打算分给别人，但为了得到对方的认可和称赞，为了证明自己真的不错，你忍痛割爱这样做了。最终你也确实成功了，大家都说你是个好人。但事实是，你活在了别人的眼光里，你被舆论绑架。你不知道，其实一个人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，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，并不是自私。那些用自己的意愿来指责和要求别人的，才是真的自私。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真的存在阶层，那一定是从孩子幼年时期的教育开始的。当一些孩子被引导着开拓眼界，关注科学技术，学习自然知识，树立远大理想的时候，另一些孩子确实是被训诫，被教导怎样才能做一个讨人喜欢的服从者。然后他们会长成不一样的人。前者有主见，热爱真理，喜欢探寻世界的真相，主宰自己的人生，聪明且干练。后者擅长察言观色，做事中规中矩，缺乏想象力，从来不关注自己的内心。《月亮和六便士》里有这样一个片段，画家斯特里克兰为了实现梦想离家出走，却意外身染重病。乐于助人的斯特洛伊夫不顾妻子的反对，把病得要死的画家接到家里照顾。没想到他的妻子爱上了画家，执意要跟画家在一起。
最后他在痛苦的情感挣扎中自杀而亡。有人指责画家斯特里克兰，你就一点也不感到愧疚吗？他反问说，我为什么要愧疚啊？对方把事情捋了一遍，你病得都快死了，斯特洛伊夫把你接到自己家里，像你亲生父母一样照顾你，为了你，他牺牲了自己的时间、金钱和安逸的生活，把你从死神的手里夺了回来。画家耸了耸肩膀说，那个滑稽的小胖子喜欢为别人服务，这是他的习性。习性这个词儿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。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习性，狮子擅长追逐，老虎擅长捕食，羊羔温顺而谦逊。人也有自己的习性。当一个人从小被传统的教育观念说要做一个乖巧的人，要懂得讨好别人，要把合群当成最重要的事儿，那么他的习性和羊羔没有区别的。是的，直到今天，我们有太多人都醉心于培养羊羔一样的孩子。当然，我不是说我们不能教育孩子善良、分享、乐于助人，但一切的前提是我们必须要先教会孩子当一个强者，再让他们当一个好人。做一个强者，意味着你能够爱自己，懂得捍卫自己，然后你才可以做一个好人，去爱别人。一团火苗，在壮大成为熊熊烈火之前，就急于分享温暖，那么它很可能熄灭。一条小鱼，在还没有学会说不之前，就要被教育学会分享，那么它只能做一条失去光彩的鱼。一个孩子，在没有足够的安全意识之前，就被教育要乐于助人，那么他可能会上当，会被人利用，甚至会被拐骗。我们当然要做一个好人，但我们必须先学会做一个强者，然后才是一个好人。这里是伴你入睡，我是艾米，每晚在这里跟您道一声